嗨，大家好，我是在阿联做了10年物业管理的米艾拉，你们好吗？真的是，我觉得我的周报已经快要变成是2个礼拜更新一次了，没有办法，因为上个礼拜只要有关心阿布达比房地产的朋友就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史诗级、地狱级、难抢的盘 Yas Living。终于结束了，那有买到的朋友就恭喜你们啦，没有买到的朋友不要气馁，还有很好的机会的。在开始之前呢，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好吗？谢谢你们。Alright,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阿联房地产周报，第一个呢，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杜拜蓝线地铁开始施工。虽然杜拜它预计在2040年的时候会增加将近要 double 1倍的站点包括这些轻轨，2040年会增加到140个站。不过大部分都还是在规划的阶段，所以地点到底会在哪里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没有100%的确定。不过有一条除外，那就是杜拜的蓝线，因为这个在今年的6月9号终于开始施工了。你看6月9号的时候呢，杜拜的国王 Sheikh Mohammed 他 lays foundation stone， 所以开始盖了，这个是已经确定的了。那它会有什么线呢？我们可以看到杜拜蓝线呢，它一共会有2个支线，它长得像是这个 Y 字形那首先呢，第一条它就是从这个 Al Jaddah 这个地方，也就是连接现在的绿线，一直经过云溪港，一直经过 Ras Al Khaimah， 然后呢到了 Dubai International City、Dubai Silicon Oasis， 然后到 Academic City， 是这一条下来的，也就是这 Y 线的这一个 OK。 那么还有另外一条分线，它是连接着杜拜现在红线的支点，在 Center Point 的这个地方呢，它会经过 Mirdad， 然后会经过 Al Waqar， 然后又经过 Dubai International City， 然后再来呢 Dubai Silicon Oasis、Academic City 这样子下来。OK， 这是蓝线目前的规划跟设计。那预计呢2029年9月的时候会完工。那这个蓝线对杜拜有什么好处呢？当然第一个最直观的就是减少交通的拥塞嘛，那预计会减少 20%。 那除此之外呢它还会增加3个转运站，因为现在 Center Point 还有 Al Jaddah 以及 International City 就变成新的转运站了，并且这些支线呢还会透过杜拜的这些捷运的网路就连到国际机场，对于观光这件事情会非常的有帮助。预计2030年它每日的乘客人数会达到20万人，那2040年呢将会升至32万人。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站在云溪港的Emaar 站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地铁站，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地铁站，它甚至会变成一个地标 icon 的那种概念。不过对于我们投资人而言，其实捷运线带来最直接的帮助就是土地增值 right？ 这个呢就是 Emaar 站，它将在云溪港，然后会是世界上最高的站。说到土地增值，杜拜政府预估呢，蓝线将会为这个附近周遭的土地呢带来将近25% 土地增值的空间这是杜拜政府在他们自己2040年计划的网站上所写的像我们以台湾人的角度来看，就是捷运为我们土地带来增值，这个是我们实际上都有体验过的。可是这个在杜拜也是成立的吗？毕竟杜拜人好像比较喜欢开车嘛，所以我们来看看历史数据是怎么说的。第一份报告就是 CBRE， 也是一个很大的管理公司，他们在2023年发布的杜拜捷运对于周遭房价的影响。那他们所谓的周遭房价是指步行0到15分钟距离的房屋他们得到的结果呢，以买卖销售金额来看，从2010年就是红线开通到2022年 Q4 的这段时间呢，杜拜整体的房地产的涨幅是到达 24.1% 这边是指住宅的涨幅。那么捷运宅呢，就是走路0到15分钟距离的这些房子呢，他们的涨幅居然高达 26.7%， 所以是高于杜拜整体平均土地涨幅的。不过我觉得最令人感到惊讶的还是在于房租这件事情因为你看他们研究的是2018年到2022年这段时间的房租，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是杜拜政府登记的 Ejari 的系统那 Ejari 的系统是从2018年开始的，所以他们的最早的资料就只有到2018年。不过你看2018年到2022年杜拜整体的房租居然是负成长，负4.1%。可是呢捷运宅
他们反而是成长了 5.7%， 所以也就是说呢，捷运宅是比一般的住宅还要更抗跌的。那我们再看另外一间 Knight Frank， 这个是全球非常大型的管理公司，那他们是针对2010年到2018年，所以他们的时间比 CBRE 的再短一些哦。那他们的研究呢，跟 CBRE 得到的结论也很类似，也就是呢，杜拜那个时候整体的住宅涨幅是 28%， 那可能比较蛋黄区的部分是涨到 29%。不过呢，他们杜拜捷运站附近的捷运宅呢，走路10分钟的距离的房子可以涨到 58%， 那走路15分钟的距离呢，可以涨到 33%。 也就是说呢，今天你只要是在捷运0到15分钟距离之内呢，你的涨幅绝对都是大于杜拜，特别是走路10分钟的这个距离。可是这代表什么意思呢？难道捷运宅我们闭着眼睛随便买它都会涨吗？魔鬼就是藏在细节里，这个就不一定了。你看，根据 CBRE 它同一份报告，它其实有更细节的一些前提哦。杜拜平均涨幅 24.1%， 0到5分钟的步行距离它的涨幅是 35.8%。 可是你看，为什么5到10分钟的步行距离就是 0.2%， 然后它10到15分钟步行距离是 43.8%， 这一个东西就非常的有趣。因为呢，根据 CBRE 他自己说呢，5到10分钟这个步行距离的房子几乎是在比较二线，就是整个杜拜比较二线城市的区域，然后那个地方的房子呢，普遍来看，整个大楼的设施、大楼的公设，甚至是环境周遭的基础建设都没有那么的优秀，所以他们采样当中的房子呢，反而5到10分钟的步行距离这个涨幅是最低的。但是这个呢，也就代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也就是说，的确距离捷运站是对房价会有影响的。不过除此之外，你的房子自己本身的品质，它的整个设施对于房价也是至关重要的。那 Knight Frank 呢，虽然刚刚 Knight Frank 他们自己得出来的结论是5到10分钟步行这段时间房价涨幅是最高的，可是他们也有说，捷运宅虽然涨幅最多，但平均单价却不见得是最高的，最高的可能反而是距离捷运可能15分钟以外的那些区域。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可能有很多是海景大型社区，他们并没有在捷运线的线上，可是这一些区域呢，它有不同的亮点可以吸引租客跟买家，所以他们的买卖价可能比捷运宅再更高。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看杜拜的房地产，捷运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考量。如果我们来小结一下的话，就是捷运带来的土地增值、租金涨幅是确实可期的，特别是在可能整个房市的租金进入到熊市的时候，捷运宅是特别抗跌的。然后杜拜政府呢，预测是 25% 的土地增值的空间。那根据 CBRE， 土地增值呢是 26.7%， 根据 Knight Frank 呢，它甚至平均增值到 47.33%。 可是如果要增值最大化，就是要收益最大化的话呢，因为捷运宅不见得是最贵，但涨幅往往最凶，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前期上车啊，赶快在它一刚开始，甚至是刚刚开始要建的时候，就赶快上车，这样你才能够吃到完整的涨幅嘛，对不对？再来呢，就是大楼社区的品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哦。如果你挑到的是好的社区、好的大楼，然后又是在5到10分钟之内的距离的话，那你能够期待的土地增值的空间，绝对是所有捷运宅里面又是最高的。那按照惯例，我们也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建案哦，就是完全的 capture 抓住了这些特点，甚至更多，那就是在10月13号 Emaar 开始开盘的 Emaar Livia 皇宫饭店的联名宅。这个呢，它是杜拜最大的建商，就是绝对是最稳的。而这个建案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它就在2个蓝线的捷运站的中间。记得我说过捷运蓝线会经过云溪港吗？
这个案子就在云溪港，它就在2个捷运站的中间，也就是说你前面这边一个捷运站，然后你旁边这边有一个捷运站，然后你离2个捷运站的步行距离呢就在5到10分钟这个区间哦。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是 Palace 皇宫饭店联名宅。那如果我们看云溪港的资料的话，从2021年到目前，它的平均涨幅又比一般云溪港的房子涨幅的程度再更高。还不止这样，这个房子真的是我觉得真的买到赚到，这个也是就该怎么说呢，一定要买。我觉得因为怎么样，它整个大楼下来2分钟走到前面就是学校。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确切是哪一间，不过依照往例来看，Emaar合作的学校都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它的品质是绝对不用担心的。所以你就是说这个房子捷运宅、学区宅又是饭店联名宅，基本上它把所有就是最精华能够推升房价要素全部聚集在一起。如果说我们预计蓝线附近能够涨 25% 的话，你看加入今天皇宫饭店联名，是不是又可以再涨更多？再加上学区宅，是不是又可以再有一波推升？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地理位置在哪里好了。今天这个 Palace 皇宫饭店联名宅，它在这个区域。Okay, 那我标示的这个浅紫色的地方呢，它就是未来预计会盖云溪塔以及就是 Creek Square Mall， 就是比现在的杜拜 Mall 还要再大1倍的 Mall。虽然Emaar信誓旦旦说就是一定会盖了，不过毕竟这个是什么全杜拜最高的塔，我觉得可能要盖也没有那么快的时间，所以我们先不要考虑它好了。单就这边有看到这个 Livia Palace 皇宫联名宅的位置吗？我来画一下这个，有看到这个 Livia Palace 皇宫联名宅，它的位置就在这个区块。刚刚说的2个捷运站，一个在这边，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那学校呢？学校就在这个地方。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前面呢，还可以给你看高尔夫球场，这边呢就是高尔夫球场。所以你看这一个建案，它有2个捷运线把它包围，然后又有学校，又是学区宅，前面又有高尔夫球场，然后后面如果云溪塔真的盖起来的话，那整个就是房价又再一波上去。我觉得这个案子呢，它具备了非常多的土地增值的空间跟条件。也许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握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做到位，就像是今天云溪塔、Dubai Square Mall， 当然Emaar只要说会做，它成功的几率都是很高的。可是假设今天万一这个没有成， doesn't matter， 因为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土地增值的空间，是可以确保这个房子它绝对是会升值，然后在景气不好的时候它是非常抗跌的。因为它今天给你的不是只有一个因素，它是给你多重的因素加叠在一起。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案子是我近期内非常推的。那虽然Emaar已经开盘，不过也开盘没几天，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选到很好的房子，所以有兴趣的话就请赶快看资讯来联络我了，因为这已经是他们 Green Gate 这个学区宅系列的最后一栋楼了。但是如果真的是要挑这个案子的毛病的话，我觉得就是Emaar的付款计划一直都不是最好的嘛，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都是毋庸置疑的，非常棒。所以想要真的就是 Hurry up， alright， 看资讯来联络我。那第二则呢，我想要讲的就是 Etihad Rail 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好像已经快要变成是怎么说铁道宅迷的系列。不过我觉得 Etihad Rail 它也是像捷运一样，会为周遭的土地带来一波推升。那 Etihad Rail 其实讲了非常久了，不过它现在终于预计将在2026年的时候要开始载客了。首先呢，将会有4个站点通车，是阿布达比、杜拜、Sharjah、Fujairah 这4个大的酋长国。那预计呢，阿布达比到杜拜将会只要57分钟就可以到了。不过我觉得真正令人很兴奋的是2030年之后，预计阿布达比到杜拜不用30分钟就可以到了。还有呢 GCC 国家沙烏地阿拉伯可能都会一起加入这个 Etihad Rail， 加上这些国家都有讨论他们要办一个类似 GCC 的申根签证嘛，你可以拿一个国家的签证就可以做 Etihad Rail， 就是畅玩整个中东的沿海国家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酷，好期待
那刚刚讲的2030年的那个高速的 Etihad Rail 可能就会串联接下去的这些6个地方哦，包括雷姆岛啊、沙迪亚岛啊、雅思岛啊，还有 Zayed International Airport， 然后甚至是杜拜的，就是马克图姆国际机场，就叫马克吐温国际机场，还有那个 Jadaf 记得吗？就是刚刚我们不是也有说杜拜蓝线的捷运起点就会在 Jadaf 嘛，一条支线的起点连到云溪港的就会是 Jadaf。 如果这个2030年高速铁路它真的盖好的话， Jadaf 这个地方就会有绿线的捷运、蓝线的捷运以及这个高速铁路。那 Jadaf 呢离云溪港又是1站2站的距离哦，所以整个云溪港的位置会变得更重要、更 prime。OK，讲完了，终于讲完了铁道迷系列。Alright， 第3个最后一个就是想要分享一下这个 Yas Living 盘这件事情哦。我真的觉得就是阿布达比是积压太久了，没有这一种好的建商推出的价格适中的盘哦。我觉得真的是连自己熬大的销售都说这是地狱级的难抢。然后你看，给你们看看，就是抢盘的时候画面，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好像没事。我跟你说，能够进到这个销售中心都已经是万中选一。我们光是要 book 那个线上的系统啊，就什么系统宕机啊，要不然就是突然之间中介 book 的时间又改期，要不然你好不容易点到一个 appointment time， 结果呢没有办法 submit， 总之就是各式各样的难关。我的阿布达比的同事都要崩溃了，他真的就是我手上那么多客人，一间房子都没有买到，这真的是太难抢。所以买到的恭喜你如果对这个 Emaar Alivia 有兴趣的话，请赶快联络我啦，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案子。OK， 就这样子咯，拜。